亲爱的灵魂家人，欢迎回来！我是宇宙为你指引的塔罗牌占卜师 Jessie。那前一段时间呢，我的占卜视频是有停更的。关注我 Instagram 的朋友知道，我去到中国成都青城后山的天国寺去修行、去烧香拜佛、去充电能量了。在天国寺呢，我是开启了自己的灵性，开启了自己关于佛祖的梦境。那这个故事呢，之后我会在直播的时候跟大家去告知的，也让大家知道关于我自己的一部分，可能灵性觉醒啊，或者是关于人生的态度啊。那想做直播给大家进行一个面对面的去接触，也希望在直播的时候呢，跟大家有更多的一些互动。如果你期待老师做直播，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的频道的话，请记得关注哦。在聆听视频的时候，也记得动动小手点赞。那接下来呢，还是回到今天的占卜主题哦，就是你的心恋人到底是怎样的呢？有宇宙会给到你怎样重要的一些讯息？我们知道我们的意识、我们的思想在创造着我们的未来。我们相信自己是会幸福的，我们就一定会幸福的。如果在人生的道路里面，我们充满着恐惧，我们充满着担心的话，那怎么可以去建立很美好的人生呢？所以希望占卜视频呢会给到大家一定的力量、一定的能量，去吸收好运，去建立自信，去相信自己拥有最美好的幸福生活。当你笃定的话呢，你的这个振动频率有传递给宇宙，你是美满的，你是快乐的，你是富足的，那么宇宙呢就会把这个相同的振动频率波传递回来。所以通过我的占卜频道呢，也通过所有关于爱的这些能量视频哦，一定会帮助你去提升自己的振动频率，去建造更美好的生活的。希望大家呢可以持续的关注。那当下呢，也感谢朋友们之间的留言，有的朋友甚至留言告诉老师，谢谢我的视频带给他的正能量，谢谢帮助他脱单等等的。那么也很感谢你们的留言，很感恩你们的感恩。今天的占卜就是关于新恋人的，让我们来创造未来的幸福生活。目前呢，桌面有3组塔罗牌组，每组牌卡都是完全不同的讯息哦。最左边的是第一组，中间的是第2组，最右边的是第3组。宇宙想借今天的视频告诉你什么呢？我们要从其中选择1组牌卡进行聆听哦。那首先呢，我们要来做一个静心的冥想小仪式，集中我们的能量进行牌组的对接连接，而不是通过我们的逻辑思考哦。所以请大家跟着我做，肩膀下沉，腰背挺直，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呼吸上。可以的话，请闭上眼睛，大口吸气，大口吐气，排出所有的杂念，什么都不想。让我们在一个完全放松的状态，把我们的注意力呢放在眉心之间，放在呼吸上，吸气，吐气。然后我们在心中默念：亲爱的宇宙，请告诉我新恋人的重要讯息，我将连接到我的幸福。感谢你的启迪指引，我是美好的，我是丰盛的。许愿完之后，睁开眼睛，看到的那张牌卡就是宇宙要给你的讯息咯。每组牌卡对应的时间在视频下方的信息栏里面，点进去就可以聆听老师为你传达的宇宙讯息、占卜讯息了。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占卜视频，请记得点赞哦。如果你想跟老师有更多的个人私信连接，或者是个人工作邀约，或者是个人的私占的话呢，在视频下方的信息栏也有我的对应连接方式。那现在你准备好了吗？我开始为你做占卜咯。
亲爱的，我们来接收宇宙当下给你的讯息。首先呢，来对应一下近期你自己的状态。如果有一部分对应到的话，就可以继续往下听；如果完全都不是你的话，可能要跳脱出去，重新进行一下牌卡的选择，好吗？那近期呢，你自己有时候会出现一种混乱，或者是出现一种复杂，也许头脑里面有很多的一些想法，然后自己在情绪上面呢，有时候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动荡，有时候呢可能会出现茫然，或者是捉摸不清楚方向的这种情况。也许会有一定的困惑，也许有一定的不确定，好像自己在人生的一个十字路口上面呢，在做人生选择的时候，有一点不知道如何去选择才好，心理上呢，也许有一些杂乱无章，让自己的情绪有时候也许有一些焦虑，但有时候呢，可能又特别的兴奋，特别的开心。你的这种心哦，好像被不同的声音拉扯着，一方面呢，渴望着稳定，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又希望自己的生活有更多的变化，有更多的一些新鲜感。其实在这种混乱之中哦，也有一定的自由能量在你身上去展现。慢慢的看到自己好像也会越来越开放了，看清楚了一些事情，自己整个人的状态是在一种转合的能量之下。有的朋友也许近期脱离了一些束缚你的关系，或者是告别了一些可能不再适合你的一些人事物，也许是工作，也许是过去的一些生活习惯啦，或者是生活模式啊。无论如何呢，这种自由的力量，让你开始重新去考虑，重新去判断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以及你想挣脱很多的一些束缚，俊鸟出笼，希望自己给自己带来更多开放的可能性，去可能自己没去过的环境，做自己没做过的事情，或者是以前不敢去尝试的道路选择，当下呢是想去创造的，好像把所有的这种道德框架去挣脱，但是如何去挣脱呢？如何让自己更加的自由呢？也许有一点点的不知所措。不过你的身体呀、你的精神啊，都可以感受到一定的这种自由带来的冲突。这其实是蛮好的一种状态哦，因为从这种成长的过程来看呢，目前呢你站在个人蜕变的起点，在自己蜕变、俊鸟出笼，或者是化茧成蝶之前呢，当然会有一种混乱，会有一种复杂的情绪，因为要离开自己熟悉的一些状态，而去到自己可能不熟悉的这种状态里面。就会让自己有更多的重生，或者是有更多的一些新生，然后打破过去的一些可能旧的观念，也会做一定的断舍离。那么一些新的人生观啊、爱情观啊、新的人生生活方式啊，也会开始来到自己的身边，跟过去的自己要去做告别了。那当下呢，也是在反思的状态下。未来呢，会尝试不同的一些道路，体验新的一些情感。那么最近这段时间呢，也是会开始有更多自我的一些认知，然后呢，没有了旧的这些思想包袱的限制，你是可以在当下去思考更加大的、更加世界观的蓝图。所以当下呢，是在一个转换到更加自由开放的道路上面。当下可能宇宙呢也会在人生里面给你安排一些事情，也许可能会失去，也许可能会错过，也许可能会有一些遗憾哦。反而这些事情促成了你去好好的思考，好好的跟自己连接，好好的去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不要的是什么。然后呢，会放弃一些束缚，变得更加的海阔天空，这是好事情哦。去享受这个过程吧。那么接下来呢，在新恋人出现之后，你会进入到更加
平和、更加舒服、更加安逸、更加享受生活的状态。我们看到呢，在遇见新恋人之后，你的状态将进入到一个更有的安全感，有了可以信任、有了依靠的人，你的内在小宇宙呢，也不会过多的去好像防备啊，好像去紧绷了，有一种脚踏实地的状态。和你的新恋人相处的时候啊，你会感受到被对方理解、被对方接纳。你不需要在过多的人际关系里面，或者是在社交场合里面去寻找到这种幸福感，而是跟对方在一起之后呢，就会觉得很惬意，就会觉得很安全。两个人在一起就足够了，不需要太多这种热闹的状态。虽然是很平静的，虽然有时候呢可能会觉得比较平淡，但是呢，你会更多放松的做自己，所以在情绪上面也会更加的稳定，更加的温和，更加的疗愈自我了。新的爱呢，是本身就有一定的疗愈力的，它会让你这种浮躁或者是繁杂的这种心态哦，更加的喜悦，更加的感恩，而转变到更多的温柔。对方的出现呢，是照亮你的内心的，让自己会更多的一些正能量。遇见新的恋情之后呢，你的睡眠质量会改善哦，你会睡得更加的香甜，你的呼吸呢可能也会更加的深长，然后不会过多的急促，而内心呢也是得到滋养跟平定的，所以身体也会出现一定的比较轻松的信号，比如说肩颈不会再酸痛啦，然后胃部呢可能也不会有那种吃了东西不舒服的紧绷感啊，而且你的皮肤、你的面部表情都会变得更加的柔和舒展哦。这种平静的能量呢，也会帮助你身体达到一种自我修复的能力。然后你会开始更加注重健康，更加注重养生，更加注重生活的这种简朴，有可能会开始去进行瑜伽呀、去冥想啊，这些身心练习，也可能会去大自然中走一走，也愿意花时间去打扫家务啊，打整家里，或者是去给自己做一些营养的食物，你会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即使自己的恋人不在身边，你也可以自得其乐哦，让自己有更多幸福的能力。所以说，从潜意识和精神层面来看的话，你的内心深处会有一种和解跟整合。新的恋人呢，也会让你开始去学习爱人以及接收被爱，也会懂得在亲密之中去保护自我，这是很好的一种状态哦。你会变得更加的亲民，你会变得更加的柔韧，你会享受爱跟喜悦。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新恋人、新恋情的美好。在它出现之后呢，你会让自己的心灵成长哦，更加的向上，更加的积极。那我们具体就来揭秘新恋人的相遇时间、相遇地点。一部分一部分来为你传达讯息哦。首先，在时间上面呢，我们出现了教皇这张牌卡。教皇的重要节气呢，就是冬至，12月下旬。然后可能你们相遇的时间是在冬天，也可能是在一个团聚的节日，或者是传统的节庆这个时间段。那么教皇呢，也面对着金牛座，可能也代表着4月下旬到5月中旬，在春末夏初的时间段。另外呢，我们这边出现了权杖9的火元素能量。权杖9呢，代表着射手座嘛，所以它也是11月下旬到12月中旬，可能是在初冬的时段。那
数字9呢，也可能代表着9个月之内。所以，亲爱的，很有可能你们相遇的时间段呢，就是在春末夏初4、5月份，或者是在冬天的时间，或者是你看到这个视频之内的9个月。因为无论哪个季节哦，就一定会是在你看到这个视频的9个月之内。遇见自己的新恋人，那很快他就会出现咯，你要好好的准备一下。而你们相遇的地方呢，可能是在一个充满活力，或者是很有挑战的这种很活力、很生机的环境之中。也许你需要在这个环境里面呢，去展示自我，然后是在一个公众的场合，也许是在比赛之中，或者是竞争场合，或者是辩论啊，或者是演讲的地方，也有可能是站在一个高处迎接挑战的地方，比如说舞台，比如说讲台，或者是在户外，有高度的地方，比如说公园的观景台啊，或者是山坡上面啊，或者是这种居高临下的场合，也有可能是在聚光灯下，或者是被别人关注的情况，很可能是在一个人多，然后需要互动，需要你更加勇敢，需要你更加勇敢坚强的地方。那另外呢，我们这边也出现了宝剑骑士，也可能发生在一个节奏很快、充满思想交流以及讯息传递的环境，有可能在网络上面呢，也有可能是在培训的课堂，或者是学术的研讨会上面，也有可能是在参加比赛的一些公开场合。总之呢，相遇的时候，很可能是在人多的、有竞争的地方。好吗？在一个开放的空间，无论是在室内还是室外哦，你们在的那个环境里面都是充满能量的。然后是在一个，比如说很宽敞的大厅，或者是在一个户外的场地，一种空气流通啊，视野很开阔的环境。这个讯息也是蛮妙的。你们相聚的当下呢，可能最初你会觉得这个人，你对他有一点保留，你会觉得也许你们不是一路人，或者是也许你们没有办法谈得到一起去，聊得到一起去，也可能在最初的时候，你对这个人是没有任何安全感的。其实潜意识里面呢，还是觉得，哎，这个人有魅力啊，长得不错啊，想跟他接触啊，但是又有一点害羞，或者是有一点怕怕的，可能会怕对方拒绝，或者是对方对自己没有意思，或者是有被动的这种情况哦。只不过在更多接触之后呢，会发现，哎，两个人其实还蛮聊得来的，而且跟这个人呢，好像可以达到很好的一个合作。在情绪上面，虽然表面是比较平静的哦，好像对方有一些神秘啊，或者是敏感的这种气质啊，不是好像很外向，跟你特别的兴高采烈的互动，有一点冷淡，或者是有一点冷漠。而你呢，也在静静的观察对方，但是在开始聊天、开始接触之后，你会发现，其实这个人蛮真诚的，而且也会给你一种安定、一种很踏实的感觉。更多的接触之后呢，会发现其实这个人他属于外冷内热的类型。你们之间对话呢会越来越多，聊天呢会越来越顺畅，会觉得很多事情都是很自然的。很顺其自然、细水长流的发生的，慢慢发现，哎，大家好像是频率相合的人，创造出更多可以合拍啊，可以互相去懂对方在说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你会感受到啊，你们的相遇并不是很偶然的，而是宇宙呢安排的一种很考验后的奖励。相遇的过程里面呢，
慢慢的会有更多的思想共鸣，会有更多互相的一些激励哦，并不是通过外貌协会而喜欢上对方，也没有任何的占有欲啊，或者是最开始有很强烈的这种心动、性感的生理反应，不是的，而是更多的是在精神上面达到契合，个人品质啊、性格上面有更多的一些认可，而且在聊一些梦想的时候呢，也会觉得你们的梦想也是蛮合拍的，所以从最可靠的这种朋友，最可靠的可以建立搭档的这种状态开始发展成为的情感恋人。那么在一起之后呢，你们也会支持对方一起去创造梦想。这次相遇更有一种比较好像治愈你的意义。可能曾经面对感情的时候，你会有一些被动啊，或者是不安啊，有过多的一些担心，甚至有的宝宝可能会出现自卑哦。但是跟他在一起之后呢，你会慢慢的打开这种想法，有更多的一些正能量，然后从彼此身上呢，可以学到更多的勇气、更多的信任、更多的智慧和爱。在互动之中呢，两个人还会去谈人生观啊、价值观啊，你也不会有任何的欺骗、隐藏，他也是非常的，就是坦诚的在你面前，所以越聊越开，越聊越舒服，就会觉得跟这个人在一起呢，特别的踏实，完全可以做自己，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讯息哦。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关于新恋人他到底是怎样的状态呢？怪不得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呢，你可能会有一定的不安感哦，因为他是一个长得还不错，而且呢气质也比较好的人，在人群里面还是比较亮眼的，好像喜欢他的人也比较多，或者是在关注他的人，想获得他好感的人比较多，所以你会犹豫啊，你会觉得这个人会很专一吗？或者是他靠谱吗？或者是他会喜欢你，会跟你在一起吗？结果在更多的接触之后呢，你会发现他并不是一个很可能花言巧语呀，可能感情世界特别丰富的人，想要就是三心二意的，只是玩暧昧。你会发现这个人其实对感情还是蛮忠诚、蛮专一的，而且他也特别的义气。特别的仗义，只要他认定的人呢，都会好好的对待，而且待人接物上面也是蛮诚恳的。后来你发现他不是一个外貌协会者，他是真正想找到一个同频率的人，然后你开始觉得他对你是蛮多认可的，你开始越来越放心跟他一起接触。他其实是一个比较自信，但是呢，也很知性，也比较有文化的人，他很有一定的事业之心，没有把太多的心思放在爱情上面啊，就是不会去玩爱情游戏，更多的呢是塑造自身的魅力，塑造自身的责任感，以及自己想要有成功的一个事业。那么另外呢，我们这边出现了工作牌卡，对于有的宝宝来说，可能你是通过工作或者是事业发展，或者是合作项目的时候认识到彼此的，也许他是你的客户，也许他是你的同事，也许他是你的合作伙伴，或者是在培训的时候啊，在去听讲座的时候啊，或者是在面试工作，或者是培养一些兴趣爱好，有共同的这种目标愿景的时候，认识到对方的，然后发现这个人其实是蛮有上进心的，然后也蛮有事业心的。你们认识的阶段呢，也是他在事业或者是人生的一个上升期。你们之间可能会有一些关于事业发展，或者是资源整合，或者是一些关于金钱现实上面的一些话题，你会发现这个人呢，可能会比较
懂得理财，或者是有一定的金融头脑，或者是在事业上面你们有蛮多的一些沟通的。所以两个人也是在感情上面还是比较现实派的，不是那种充满着那种浪漫的泡影啊，也并不是那种恋爱脑，而是实际的两个人是可以合作的，是可以沟通的，是可以创造未来的，是可以共同生活在一起的这种状态啊，所以认可的彼此。他是一个可能深色头发的人，然后也许代表他不是外国人哦，他可能比同龄人更加的成熟，更加的有阅历。他热爱生活中的美，愿意为了金钱、物质、现实而去努力。你们在一起呢，会建立起一种互相欣赏，然后很有默契的关系。最重要的是，你们之间存在着灵魂层面的共鸣。你们还很可能有一定的前世缘分，也许有一定的业力关系，也许呢，你们曾经在人生的某一世就已经相遇过了，今生呢再一次相遇，所以会有一定的宿命感，会有一定的熟悉感。你们两个人呢，应该现实、金钱或者是事业上面的价值观是蛮合的，然后又会有一种熟悉的感觉，很坦诚，灵魂呢是保持着这种信任的连接的，而这段感情也会影响自己的人生阶段哦。对方呢很有可能是射手座、白羊座、天秤座、巨蟹座或者是摩羯座，也有可能他的太阳、月亮、上升星座是在天秤座、白羊座、巨蟹座、摩羯座、射手座。首先，他应该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还是很稳重的，也有一定的责任感，内心呢是非常的坚强，对自己有很高的一个要求，不会轻易的去寻求别人的帮助啊，或者是麻烦别人。有什么事情呢，只要自己能解决的，都会自己去解决。他不喜欢去麻烦别人，但是他对自己的家人或者是自己的爱人都非常的照顾，他属于那种在感情里面默默付出的类型，不是说在嘴巴上面说的多好啊，或者是讲很多美妙的话，但是呢，他会用行动去表示他对你的爱。这种行动呢，也许是他的忠诚，也许是他会对你负责任，也许是他会关注你的一言一行，也许他会给你带来更多的正能量，也许给你带来更多的一些智慧。他是一个在感情里面可能会压抑自己的人，不会太多的一些调情，但是呢，他懂得隐忍，他不会过多的一些情绪化，他也是愿意去奉献自我的，而且这是一个眼光比较长远，喜欢长远计划的人，他不喜欢仅仅是享受当下。我做事情呢是一步一步稳扎稳打的，喜欢事情呢在自己的掌控范围之下。做事比较有战略思维，总是在考虑，那么下一步应该怎么走呢？所以在感情里面呢，他也不会轻易的去投入。虽然看着他好像喜欢他的人多，但是呢，他真正谈恋爱的次数不会多，因为他不会轻易的脱单，一定是遇到非常合拍的人才脱单。因为一旦呢，他做出选择的话，就会非常的坚定。他算是一个思考型，算是一个不盲目选择、有野心但是温和的人。好，另外呢，这个人还是蛮聪明的，他是可以平衡一切，嗯，
善于去处理事情、解决问题，善于去做一定的调整，是比较灵活、有一定的弹性的，并不是一个特别固执啊，或者是一条道路走到黑的人，懂得去调整自己的一些节奏，所以是一个智慧的人，而且呢，也是一个很公平正义，不会极端，是比较通情达理的。也不喜欢被情绪所控制左右，他可能比较冷静，可能有时候呢是比较严肃的，是比较理性的一个类型。做事情呢也很公平公正，很正直。然后感情上面呢，细腻的，懂得去感受别人的心，尽可能的感同身受，懂爱也愿意爱，喜欢倾听自己恋人的一些想法。实际上感情里面哦，我们这边出现了圣杯女王嘛，代表她照顾自己的爱人，其实更多于照顾自己。所以你也遇到了一个好的爱情，好的恋人，有担当，不抱怨，不喜欢让别人担心自己。在感情里面呢，是有原则、有正义感、将心比心、柔软的，给对方理解、给对方支持的好恋人。那么在感情相处的时候呢，希望你也要去尊重他的节奏和他的一些内心空间。在感情里面，也要懂得理性、温暖的陪伴对方，然后跟他一起去承担责任，提醒他不是所有责任啊，所有的问题都要自己一个人扛，两个人一起沟通是最好的。多多的跟他去做沟通，去聊天呢，去让他更多开放自我，会让这份关系更加的美好。所以无论来说，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内心很强大的人，当然他也有自己可能脆弱细腻的这一部分。如果你可以保护着他的脆弱的话呢，你们两个人在关系里也会走得非常的长久哦。好，那么继续我们来看一下，他告诉你，在他的脑海之中，在他的心里面只有一个你，所以他对你是深爱的，你是可以让他感觉稳定安心的。他对你的这种喜欢呢，并不是很肤浅的吸引哦，对他来说，你不是他喜欢的人之一，而是你是他的唯一，你是无法取代的存在，因为你是让他可以放下防备的灵魂归属。他会觉得跟你两个人呢是可以有相同的价值观，而且可以达到很多想法共鸣的人。他想跟你一起去创造未来，他总是幻想着你们两个人有很多美好的未来，他会跟你在一起的时候，看见人生的更多可能性。你给他带来未来感哦，所以会让他感觉内心是非常幸福的。他刚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呢，他就觉得你是一个值得托付的人，你可以给他这种踏实感，所以你们两个人的这种平静安稳哦，是互相传递的。好，另外呢，他会觉得你很漂亮。你的形象、你的气质、你的光芒呢，是强烈吸引着他的。也许你的笑容让他非常的着迷，也许你的打扮让他觉得很有态度、很有品味，也许跟你在一起的这种能量呢，让他觉得非常的温暖跟舒适。无论如何，他很欣赏你。也许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就会给他很强烈的第一印象哦，让他想要跟你有更多的一些接触。虽然可能第一次你遇到他的时候呢，也许你会想的比较多，担心的比较多，但是对于他来说，他已经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喜欢上你了。
所以他对你有一种很纯真、很有爱的感觉哟。亲爱的，可以看到哦，新的恋人、新的恋情呢，会激发你更多的内在力量，而你也会给到对方很安心的美满感。可能这份感情呢是有机会开花结果的哟，好好的把握，好好的珍惜。那么当下呢，也充满期待吧。今天的占卜呢，希望给你激发更多幸福的能量。在听到这个占卜之后的当晚呢，最好祈祷一下哦，告诉宇宙，你接受这样的一个恋人，你希望自己的恋人是做怎样的一种准备状态呢？把你需要的都告诉宇宙吧，他会尽心的给你安排的。你的守护天使呢，也会帮助你的。当然，不止一晚的祈祷哦，多做几天的祈祷都很好。那当下呢，现在在视频下面留言"收获幸福""我会幸福"等等的字样，来吸收整个视频的能量，来感恩宇宙吧。好，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祝福你，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亲爱的，我们来接受宇宙当下给你的讯息。那么首先呢，来验证一下近期你自己的状态哦。如果有一部分验证到的话，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听。如果完全都不是你的话，那可能要重新跳脱出去，进行一下静心的冥想，选择牌卡的仪式了哟。好，那记住，这完全不是你哦，只是有对应到一部分。因为近期呢，看到选择这组牌卡的宝宝们，好像有一点辛苦，有一点做牛做马，可能每天都在拼命工作，或者是要承担一些责任哦。这种责任呢，让你有一点任劳任怨，甚至呢，可能为了生活啊，为了生存啊，或者是为了别人呢，有一种好像永远也做不完，连喘口气都没有这样的一个权利。也有可能你在做一个好人，拒绝别人，你会觉得特别的难受。但是呢，不拒绝别人呢，你又要做一些配合，又要做一些牺牲，可能害怕被讨厌啊，害怕被抛弃呀，把自我的价值呢建立在做多少的这个上面。有的人呢，可能也长期在一个好像付出者这样的一个位置哦，因为也许有团队，或者是有别人依赖着你，指望着你，然后你自己的情绪呢，跟需求呢，没有被别人所理解，可能有时候也会觉得好像有一点疲惫了，有一点累了。但也只能自己一个人扛，只能自己默默咬着牙坚持。这种生活让你觉得有一点无力感，或者是有一点麻木，你可能开始去失去更多的一些人生意义价值。有时候也会问自己哦，期待的生活在哪里呢？你快乐吗？自己是谁呢？也有可能有时候会出现一些比较大的一些情绪，因为一句话啊，一对生活一些可能对生活的不如意呀，然后就会让自己要么发脾气，要么呢就是特别的隐忍。也许这种发脾气或者是愤怒并不是真正的生气，只不过也许自己有一些没有办法释放的能量。有的朋友甚至可能长期处在一个我要独立、我要坚持、我不能脆弱的状态，特别是男生哦，就会不敢哭、不敢发泄、不敢诉苦、不敢脆弱，心里面其实是蛮累的。那近期呢，其实去大自然中走一走，去什么事情都不做，放松一下，多去拥抱一下树木花草。那可能去一些宠物咖啡馆，摸摸狗，摸摸猫咪，也许会给自己带来更多的一些力量哦。但是近期呢，可能现实生活中出现的一些事情呢，也是给你更多觉醒的信号的。你开始意识到当下的状态不是自己要一直去忍受的状态了。
不要仅仅是为了生存，而是希望呢自己更加去享受这个生活，不是所有东西都要自己扛，而是可能要更多去感受爱的力量，去付出爱，去感受爱，不是需要被别人需要，而是希望被别人所珍惜。所以当下呢，可能会开始更多想要去突破，想要有更多的一些力量。有时候可能对人生会觉得有一点点失望，甚至是无望哦，好像自己要该认命了吗？我的命运就这样定了吗？慢慢的会开始意识到，其实你也许正被某一些无形的教条、无形的一些商业、无形的一些资本而被套牢着。你感到无力，但并不代表你软弱，恰恰相反，可能近期呢也是你开始慢慢去觉醒的时刻了。你开始去注意，不要那么的拼命，不要活的就是那么的死死的抓住一些稻草，你还是可以做更多的一些事情。可能渐渐呢，你也会看清楚这个社会的底色，会睁开自己更多的一些智慧。最近呢，也会开始去选择自我的一些价值，并不会觉得好像社会教我们的赚多少钱啊，或者是有房车，你就等于成功了。你会开始看到成功，而是有时间，而是可以做自我的一些选择，而是可以让自己更加的自由，而是享受自己的人生，并不会开始被金钱物质所束缚了。所以你也可以去创造自己的一些标准，温柔啊，有思想啊，诚实啊，帮助别人啊，或者是不背叛自己啊，这才叫成功。健健康康的，快快乐乐的享受生活，这才叫成功。你也会开始慢慢的去找到跟你频率共振的人，一起去吐槽这个世界啊，或者是开始会去想要遇见一些不虚伪、不势利、有边界感、有温度的人，慢慢的会发掘自我的光明，慢慢的会寻找到跟你同频光明的人。所以当下呢，也许你正处在一个情绪、精神的一个下沉阶段，有时候会有一些很焦躁、很茫然的火，有时候呢，可能也会有一些绝望的火，但是你会知道这不是你的终点，这是一个你重生之前的情绪临界点。好好的哭一场，好好的爆发一下，好好的释放一下，然后你又会来到起点，重新去做选择，重新去出发，重新建立自己身心灵更多的一些健康，更加的积极正向的。目前呢，你正在做一个很好的调整。当然，人生之中呢，我们一定要有这样一个低点，我们才会在高点的时候呢，更加的释放，更加的开心。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痛点，我们才知道反思，我们才知道我们的快乐是什么。我们一定有人生的起起落落，一定有悲欢离合，一定要有这些感觉，你才会知道什么对你是好，什么对你是光明的，什么是自己想要的。所以目前呢，你就在一个反弹的地方，你就在一个审视自我的地方，你可能会开始看到什么是你不想要的。所以人生之中没有任何事情，没有任何状态是你不需要的，都是你需要的。只不过在品尝到这样的一个滋味之后呢，你就知道你真正想要的滋味是什么。所以也感恩宇宙给你的安排吧。当下呢，就是你自己的一个蜕变的阶段。而遇到新恋人之后呢，他会来促进你的转变，他会让你看到你自我的一些消极能量，也会更改你旧有的一些模式，并且帮助你提升爱的力量，帮助你感受到被保护，
帮助你在情绪上面开始接纳脆弱的，看到真实的自己。你不会怕输，而是会怕自己没有输过。因为输呢，或者是跌倒呢，或者是失败呢，反而会让自己更加的坚强，更加的有力量，更加的勇敢。所以对方也会给你带来更多的能量，更多的激励。在我们爱情的世界里面，不是逃避，而是被温柔的接住。所以新的恋情呢，不是一见钟情的火花，而是一种相信，是一种润物无声的靠近。它会让你打开自己的冰封，让你放下一些倔强、防御，让你不要过多的去独立或者是承担，甚至呢，让你摆脱混乱、恐惧，甚至是自我怀疑。对方会让你开始相信爱，并且愿意去投入爱。也许近期呢有一点负重前行，内心有一些压抑了，但是新恋人的出现它不是说拯救你，而是它更像一面镜子，可以让你看到真实的自己，然后让自己在爱中去重建。新的恋人呢，会让你去面对自我，并且褪下伪装，可以被理解，可以被包容，然后教你重新相信爱的可能。你不会再孤独的去撑着一切了，而是可以的被安心依靠，被照顾，被喜欢。你会变得更加的柔软，但也更加的坚强，更加的勇敢。会让你找到一份更多平静而温暖的力量，就像在妈妈的怀抱之中你会感受到这种爱呢，使自己更加的柔软了，使自己更加的幸福了，而且这份爱就在来的路上哦。那具体你们相遇的时间、状态是怎样的呢？我们来接收宇宙给到你的讯息。一部分一部分来为大家做占卜那首先出现了很多圣杯的能量，可以看到你们的相遇时间呢，很有可能是在你看到这个视频之后的夏天。相遇的时候呢，感受到情绪非常的饱满、温柔跟欢快，也很有可能呢是在10个月之内。在相遇的那一个阶段你的情绪呢是非常的稳定的，而且也是准备好让自己过更多幸福的生活状态了。在你特别舒适、愿意奉献、给予爱、感受爱的时候，你就跟对方相遇。所以这种相遇是因为你的爱的能量觉醒而吸引到对方在你身边的。你希望有一个人可以分享你的快乐，你也可以把自己的这种幸福感分享给对方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另外呢，我们看到相遇的地方可能是在工作，或者是事业，或者是在自己的学习，或者是在疗愈自己的过程之中遇到对方的。因为我们这边呢出现了五角星8这张牌卡，就是在努力提升，也许自我价值，也许金钱财富，也许自己的学习的时候对方出现的，还有可能是在工作场合或者是学习场合，也有可能在提升自己的技能、提升自己的兴趣时候认识对方的考证啊、讲座啊、课程啊、培训班啊，也可能是在去健身、去运动、去学习一些艺术、去做义工的时候认识到对方的。甚至呢是在朋友介绍或者是社交联谊的环境场合认识到对方。有的朋友可能是经过别人帮助你牵线搭桥的，或者是在
一些熟悉的组织、社群、聚会活动之中认识到对方的。甚至有可能是你过去认识的人，然后再度重逢，也许是旧的同学，也许是旧的朋友，那也许是旧的同事，甚至有可能是前任。大概率呢，不是在网络上面认识的，应该是在现实生活中相遇到的彼此。你们可能相遇在一个也许有比较好的人际交流的环境之中认识到的，也许是一个自己需要认真投入的场合认识到的，很可能认识相遇的这种状态是蛮有气氛感的。第一次见面呢，就感觉得到亲切啊、安心啊，好像认识很久了。也有可能是在你帮助对方这样的一个互动场景里面，比如说你帮对方提东西啊，或者是你给对方介绍资源啊，或者是你帮助对方去搭建某一件事情，也有可能是对方为你服务，或者是在做一些互相帮助的情况之下认识的。当然也有可能是在这种热闹的环境里面，比如说在音乐会、公开课、展览、市集、婚礼、旅途之中相遇的。你们应该在一个热闹又温暖的场合相遇，然后彼此四目相接的时候，就有一种我们好像早就认识了的这种熟悉感，一种好像情绪上面得到了唤醒，像宿命一样，就是突然感觉得到对方对你的体贴，对你的温暖，两个人第一次见面就会有很好的一个印象，很好的一个感觉。有的人甚至可能是一见钟情，有的人呢可能是留下了很好的这种感觉，开始注意到了对方。有的人可能是有一点点的心动，有的人呢可能会觉得也许跟对方会发生一些什么，但是又说不出来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对他呢有一种莫名的信任，莫名的想要靠近，莫名的想要更多的一些了解，充满着这种关怀，充满着想要去接触的心情。彼此呢是感觉得到一种命中注定的灵魂召唤，所以邂逅就是相遇的场合也是非常舒服的。好，不会出现过多的一些担心啊，或者是害怕，或者是自卑、害羞、被动的能量，没有这种就是愿意更加的积极主动一些，但是又顺其自然。当然了，因为你们两个人是灵魂伴侣，所以就是在第一次接触的时候就非常的自然。两个人接触之后呢，也不需要做太多的一些解释啊，或者是聊太多，就可以去理解对方，就可以知道对方想什么。甚至在四目相接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种大概懂对方的一些想法，大概懂对方想要去做怎样的一个表达，很容易去理解彼此。然后也可能呢，在更多的聊之后，会发现你们两个人是很同频的，一路人，有共同的价值观，可能有共同的人生梦想，也可能是算门当户对可能家庭啊状态差不多，或者是你们有过去一些相同的成长课题，也可能大概的文凭差不多啊，或者是年纪差不多啊，或者是想法差不多啊，很容易达到这种心有灵犀一点通，很容易得到那种互相的疗愈、互相的这种唤醒的关系，然后可以帮助对方意识到更多，从不同的角度看世界，或者是帮助对方成为更美好、更完整的人。总之呢，在彼此接触之中，就是互相欣赏对方的，给到对方彼此更多的一些正能量。
我们这边呢还出现过去的爱这张牌卡，就更加肯定了。也许对于有的宝宝来说，这个人是你过去认识的人，你们之间曾经是有一定的交集的。也许可能过去错过，发展成为了恋人，或者是曾经呢有一段时间的暧昧，或者是曾经本来就在一起过的，然后再一次的又相遇，再一次的呢又重逢，建立过去、延续过去的情感关系。也可能在灵魂层面来说，你们的前世或者是曾经的某一世灵魂旅程里面就本来是有过缘分的，而这一次呢再一次的相聚，就有很强烈的这种情绪的共鸣呀，或者是很强烈的这种熟悉感，就感觉好像没有陌生、没有尴尬的这种状态。这段感情不是轻浮的，而一定是带着一种情感重温或者是待续故事的一种再一次的连接，也是非常的奇妙哦。而且两个人呢，在这种关系的刚开始哦，不会有太多的一些确定，就是自然而然的发生，不是以谈恋爱为目的而在一起的，不是以结婚为目的而在一起的，而是我愿意跟对方在一起，即使没有结果，我也可以好好的去爱，好好的去感受。反而这样的一个心态呢，让你们有更多的一些开放，更多的一些自由，更多舒服的一种状态，没有设限的这种模式里面。好，家庭这张牌卡，要么呢就代表着你们的家庭比较相合，要么呢就是跟对方在一起之后，你会觉得想要跟对方建立家庭，想要跟对方生活在一起的欲望，或者是你会很想要把他介绍给自己的家人，介绍给自己的好朋友，希望在爱的基础上面呢，建立更多的承诺。总之呢，你会觉得这个人就是很想要跟他发展成为家人这种关系的。但从另外一面来讲哦，有的宝宝可能会希望跟对方成家，但是呢，两个人在家庭上面有一定的差距，或者是有一定的障碍，但是你愿意穿越这些障碍，很负责任的跟对方在一起。我们这边出现了业力关系这张牌卡，那么两个人呢，当然是有一定的功课是需要做的。两个人呢，可能是有一定的业力是需要去深化，是需要去清理，或者是需要去释放的。当我讲业力关系的时候呢，它不一定都是负面的，也有可能是正面的业力关系。比如说，你曾经在前世亏欠他啦，这一世相遇呢，你就要来守护他，你就要来疗愈他；或者是在前世呢，他欠了你的钱债，欠了你的情债，那这一世相遇呢，他是需要来给你更多的一些依赖、保护、帮助的。也有可能你们两个人有更多的一些灵魂课题，需要彼此给到力量，获得更多爱的释放、爱的成长，也有可能去要达到这种灵魂上面的升维。无论如何呢，毕竟有业力关系，毕竟又是灵魂伴侣哦，所以一定会相辅相成的。在这份情感关系里面，其实有一定的考验，但是也有一定的升华。只要跟随感觉，然后在感情里面多一些爱情技巧，这段感情应该是彼此爱的修行场哦。只要你不去牺牲自我，你们就可以建立互相尊重平等的关系。只要你在这份感情里面呢，不要去压抑或者是委屈自己，或者是过多的奉献，有任何对对方的不满，
就要讲出来，有任何对对方的肯定也要讲出来，好好的去沟通的话呢，应该就会建立很美妙、很开放、很自由、很互相照顾、体贴的关系哦。你们之间的缘分应该是很强、很深厚的，这是你摆脱不了的恋人，这是你们今生一定会相遇的感情，可以互相的成就，可以甚至建立这种花开富贵，可以开花结果的恋情，很有可能是自己的正缘，建立家庭哦。可以去建立美满幸福，多一点点的爱情技巧哦。好，对方呢很有可能是双鱼座、狮子座、水瓶座，或者是双子座，也有可能他的太阳、月亮、上升星座是在狮子座、水瓶座、双子座、双鱼座。他的星盘里面呢，土的能量是比较少的，水的能量、火的能量、风的能量是比较多的。他可能在感情上面还算是比较丰富的一个人，也许在他年轻的时候呢，他会去经历一些情感关系，并不是说他的恋爱次数很多，都是他可能在很年轻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在感情里边要什么，适合自己的恋人是什么，所以他会有不断的这些感情的接触，也许是暧昧啊，也许是简短的一些认知啊。但是呢，当他有一定的情感经历或者是一定的年纪之后，他就会很深情，清楚自己真正要的恋人是什么，他就会有很重要的选择，并不说明他是一个花心的人，而是他太想选对人了。所以当他决定爱你的时候呢，是非常真诚的一个选择。他在感情里面算是一个很渴望真爱，但是又不断的感性理性之中拉扯的人。对爱情他是认真的，不冲动的。但是呢，他会有更多的一些接触，然后选择一个他认为最适合自己的人，好好的在一起。有时候呢，他会在感情里面经历一些二选一的这种关系纠缠，特别是年轻的时候，然后最终做决定。也很可能他是渴望爱的，身边喜欢他的人呢比较多，所以他就不知所措，不知道该怎么样选择了，会容易被爱蒙蔽。年轻的时候会犯一些错误，也因为他迷人，人际关系相处呢也是不错的，然后不少人喜欢他，所以到了感情上面呢，会出现一些茫然、盲目，到他是需要爱的吸引的，他是需要爱的理解的，他是一个想要去在今生感受感情丰富的人，所以他的恋人一定要很有智慧，真的是在命运的安排之下呢，可以控住他，他就会很专心专诚的在感情里面。好，如果你遇到自己的恋人的时候呢，他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年纪，那就非常的靠谱啦，你就会可以很安心，因为他已经知道自己要什么了。如果在年轻的时候，也许你需要给他更多的一些包容，你需要给他更多的一些可能感情的技巧，这样呢，他就会痴迷的在你的身边。他是想要找对人，想要去感受爱的这种深刻的。另外呢，这是一个内心很有希望、很有正能量的人。其实他的思想不会特别的复杂，他就会想感受人际关系的这种温暖，而且他也喜欢接触灵性呀、艺术学呀、心理学呀，他也有很多想要去探索的地方。他对于人生、对于地球是充满着想要去感受的这种心态。可能有时候呢，你觉得
他并不是一个脚踏实地的生活派的人，不可能经常给自己做饭啊，或者是在家里面安心打扫卫生的那一种。可能有时候觉得他有点飘，但是呢，内心他是一个善良的、有爱的，而且充满光明的、积极，也许大大咧咧的一个人。所以说他是蛮有吸引力的。其实这个人他也非常的自信，而且跟随他的人应该还比较多，就是他的运气也比较好，而且很有观众缘，就是很容易得到大家的喜欢跟认可。也许他的专业能力是比较强的，也许他有很好的一个事业职业，也许可能在团队里面呢，就是一个莫名会被大家喜欢的人，或者是他说话很有感染力，或者是因为他自信，因为他有一定的领导能力，他是有自我的一些光环的，喜欢被别人肯定。有时候呢，可能也有一些自己的一些自我啊，或者是小骄傲啊，但是这个人的本质是不坏的，他是那种外在很光鲜，内在很温柔的人。但是在你面前呢，他就会放下这样的一个铠甲啊，可能有时候还是不太容易认错啊，或者是在你面前特别的百依百顺啊。但是呢，你就是喜欢他的这些小骄傲，你就是喜欢他的这种光明，但至少呢，他在你面前是很光明磊落的，会比较直接，会比较坦诚。如果你跟他在一起之后，你几乎不会生他的气，你几乎不会去抱怨他、责怪他，而是去倾听他，而是给到他足够自由的话，他就会在你面前放下所有的一些心境，所有的事情他都会坦诚的告诉你。他并不是一个特别有心机的人，他只想遇到一个很懂他、很理解他、可以给到他包容的人。反而你给他的这种无限自由，会约束他，让他在感情里面特别的专一，因为他会把你当成很好的恋人伴侣，也是很好的知己朋友。他也希望你帮助他一起去分析，一起去感受，一起去分享。所以尽量少的去怀疑他跟指责他，反而会让他在你面前赤裸的，什么事情都告诉你，什么事情都给你讲。另外呢，他可能想法并不是一个特别随波逐流、特别大众的一个状态，他是比较小众的。他有时候会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其实他蛮有智慧的，也有一定的包容力，也懂得自我牺牲。只要是他觉得值得的人，他是可以为了别人好而忽略自己的。他是那种好像宁愿自己忍着也不伤害别人的人。甚至有时候呢，如果身边有一个追求者一直追求他，他都觉得不好意思去拒绝，怕伤害别人。所以这也是有时候呢，他会被动接受的一种状态。你要记得哦，他其实是善良的，有时候在感情里面有一点烂好人哦，所以帮他去做分析判断是比较好的，并不是因为他真的可能会喜欢别人，而是有时候他不忍拒绝。那么在感情里面，你也需要一定的强大。其实你未来的新恋人呢，他是一个内在非常的温柔，然后理想主义者，外表呢是很自信、有魅力的，也在事业或者生活里面有一定小小的成就，有可能他的家庭条件是比较好的，但是呢，他属于那种他不想要短暂的激情，他只想要那种灵魂阶层的契合，他也愿意去为爱做出选择，他等待那个跟他真正很相合，然后可以跟他一起共同成长的人，甚至有时候呢，也许会帮助他更加坚定的人。
他不喜欢那种肤浅的关系，他需要你用心跟他有更多的一些共鸣。他可能在感情一开始的时候就不是那种很让你觉得值得信任的人，但是在一起之后，你会发现其实他很纯真，他很简单，他值得信任的，而且他并不是那种一开始就明确要你的人。他会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呢，更多的观察，然后等你靠近。他在感情里面可能有一些被动，你也不用着急的很快的就去追求到他，就一定要跟他在一起了，而是呢需要一定的时间，在感情里面真实的做你自己，他自然而然就会被你吸引的，因为你们两个人的缘分是非常强的。反而在感情里面有过多的这种占有欲啊，或者是束缚欲的话呢，会破坏你们之间的关系。不要太过于的就是着急了，还是要有耐心，保持你自己的光芒，他就是会看得见的，他会默默的关注你，他会记得你说过的一些小事情，他会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而且他可能是用行动去证明他在你身边的人。他在感情里面呢是会主动靠近你的，但是这种主动是那种比较含蓄的，是比较缓慢的，或者是慢慢渐进的关系。他对你是认真的，但他不会很轻易的就让你感受到他对你的心意，他怕会吓到你。他更愿意是你们两个人先成为朋友，然后经常约会，经常在一起谈笑风生，然后进入到这种恋情关系的，非常的美妙哦。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的这种感情呢，应该是越走越好的，越走越舒服的关系。好，另外呢，你是他混乱生活节奏里面的那个很让他感觉到宁静安心的人。他会觉得你让他的世界更加的温柔，只要在他有压力呀，或者是有疲惫的时候，他想到你，他都会觉得安心。所以你给他的爱的能量激励是蛮强的。他不仅仅是喜欢你，不仅仅是想要接近你，而是他确定他跟你在一起是可以建立细水长流的爱的。他喜欢跟你在一起的每时每刻那种细节，对他而言，其实你是很重要的，你是没有办法轻易被替代的。在关系里面，你只要给到他舒适，他就会安心的跟你在一起。你不要给他任何的压迫感就好，而且他会觉得你是可以影响他生活节奏的人。他对你不仅仅是那种喜欢哦，而是你会给他一种很疗愈的感觉，很放松。你的笑声啊，你的这种性格啊，你的这种魅力呀，都让他很着迷。但他也知道他是一个比较慢热的，或者是在感情里面有一定的敏感啊，有一定包袱的人。但你在感情里面没有逼他，而是用耐心、用理解、用温柔陪伴着他，所以这种感觉呢，会让他很真实、很安稳，让他不会去烦躁，或者是做错事情。他喜欢你给他的这种自由跟松弛，而他真心爱你呢，也不是很轻浮的，而是他觉得跟你在一起特别的踏实，就是被你一直支持的。你给他这种爱的力量，最终呢，他是会回馈你这种爱的力量的。你给他的这种深情哦，让他看到他的光，也让他会愿意回馈你这种爱的真实感、爱的完美。所以你们之间的这份爱呢，是不张扬的，
也不是特别的这种干柴烈火、轰轰烈烈的，但是很真实、很安心，而且随着时间的长久呢，也越来越多的深刻，非常妙哦。因为你给他的这种爱呢，就是一种家人传递的爱，而不仅仅是好像很真爱啊，好像很这种激情的感觉，不是短暂的，而是长久的。所以这份爱让他愿意更多的去靠近于你，你们之间的这种爱的能量是不断的这种转换，不断的滋润，不断的维护的。所以亲爱的，他对你呢也有一定的感恩、感激，内心里面对你充满着渴望，对你充满着尊重跟珍惜，非常好的情感关系哦。那么你可能也会陪伴他从一个不懂事或者是不够成熟的状态，一直到成熟的状态，你对他的人生来讲也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存在的，互相传递一种很美好的力量吧。非常好的一段感情，亲爱的，好好的珍惜宇宙即将给你安排的新的恋人、新的真爱吧。当下呢，也请你充满期待。如果你喜欢宇宙给你的这份情感安排，在视频下面留言感恩宇宙，我接收这份幸福。那当晚呢，看完视频之后的当晚可以祈祷，或者是在看完这个视频之后的每天晚上都可以祈祷，告诉宇宙你要怎样的一个恋人，你的守护天使呢，他们就会确定把他送到你的身边的。祝福你幸福人生。最后，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亲爱的，我们来接收宇宙当下给到你的讯息。那么，首先来验证一下近期你自己的状态。如果有对应到一部分的话，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听；如果完全都不是你的话，那可能要跳头出去，重新进行一下牌组的能量连接了哟。好，近期的你呢，有时候也许不会特别的自由，特别的自在，有时候呢，可能会出现一种自己做的不够好的情绪，也许会出现一种羞涩啊，或者是被动啊，或者只是静静观察的一种可能性。在人际关系里面呢，不会太过于的主动跳脱出自己的舒适圈，或者是旧有的一些模式，兴高采烈的、开放的去接触别人，去参加活动，可能还是有一些自我保护或者是自我压抑的。做事情的时候呢，也许对自己的要求比较高，没有达到自我要求的时候，可能就会责怪自己，会觉得好像自己是不是做错了。有时候呢，可能会出现一些自我的一些否定，也有时候呢，可能会隐藏真正的自己，想说的话可能没有大胆的说出来，想做的事情可能没有大胆的去做，也有可能会被周围的，比如说父母啊、环境啊所束缚，所不能讲控制吧，多多少少呢，会看着别人的期待而去做一些事情，会觉得自己太过于的开放，也许是不够好的，没有完全的去面对自己的内心去做事。也有时候呢，想要去表达自己的爱，也许讲一些甜言蜜语对自己的父母，或者是对朋友、对同事，但是也可能因为害羞而退缩，因为害怕讲过多甜蜜的话而害羞，也有可能内心有时候呢是比较敏感的，或者是自卑的。也许有时候特别渴望的事情，但反而害怕去靠近，害怕去做。慢慢的呢，自己近期还是在感情很纯真哦，很敏感的一个阶段之下的，但是很快呢就可以看到你会摆脱这些情绪。目前呢，你可能有一些隐忍啊，有一些可能看不清楚自己，或者是看不清楚别人啊，但没有关系哦，因为虽然有一种被束缚、被困的状态，但是也代表着你开始去
更加的清醒，你开始去反省，你开始去看到、接受自己当下的这种害羞、被动或者是敏感的这种情绪了。有可能你正在开始自我的观察、自我的觉知，会看到自己的这种沉默呢，可能并不是乖乖的听话，并不是乖乖的去做事，而是源自于一种害怕失去，或者是自己渴望的那种自由，也许是不适合自己的，也许是害怕自由之后的一些未知。目前你正在去渴望挣脱一些旧有自己的状态，但是那种害羞的或者是胆怯的那种情绪状态还是缠绕着你。你可能害怕做自己之后会被拒绝，会被否定，会被离开，或者是会被别人干涉，会被别人打压。但是没有关系，无论如何，你开始更多的认清自己。你也需要相信，在你改变发生之前，在你的人生做不同的选择之前，可能会出现一些动荡的阶段。这种阶段呢，也许是来自于自己的这种情绪跟心境，也许是来自周围有一些人将离开，你不知道什么人将进入，或者是有一些事情你摆脱之后，又会有其他什么事情的一个发生呢？但是在人生变化之前，一定会有一些真实的改变的。这种改变也许可能当下你并不舍得，但是终究会去做出一定的调整。其实我们的人生一辈子都是在跟恐惧做对抗。毕竟我们是动物，我们天生就会因为生存而恐惧发生一些事情。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摆脱恐惧，我们可以摆脱羞涩，我们更加的开放，更加的勇敢，更加的自我的话，其实人生会有很多精彩的事情发生，会有很多的惊喜，会有很多的奇迹，会有很多一些你意料不到的梦想实现的。所以目前呢，你可能是一个缺乏安全感，或者是被压抑、被自责的状态，但是你依然有爱人的能力，你只是有一些不确定而已，没有关系。你会开始走向更加的开放，你会开始走向更加的大胆，因为你已经在观察自己，你已经在观察周围的人事物，你已经在观察这个社会了。利用好自己的敏感，利用好这段时间自我的觉知之后呢，你将会得到更多的一些选择，更多的一些尝试，你将会有更加多的一些冒险精神的。所以请享受当下的这个状态，这是一个人生必经的过程而已。好，那么遇到新恋人之后，哇，你的状态会有很大的一个提升跟改变。遇到新恋人之后呢，你可能会有更加的自信，更加的勇敢，更加的坚定。你不会再停留在过去，而是去展望未来了。首先，新恋人出现的那个阶段，你可能会有比较复杂的情绪，就是可能会有一些我曾经那么拼命讨好的人，从来没有像新恋人一样看见我，或者是有一些感情技巧道理，为什么我不早点明白呢？或者是为什么不相信自己值得呢？总之，对方的灵魂会疗愈你，让你不再悲伤，让你看到你过去有一些心酸，有一些做的可能不够好，或者是有一些需要去反省的地方，你会开始去清理自己。而这个新的感情关系，让你看到你自己
过去可能被压抑、被牺牲的那一面，然后带着情感上面的甜蜜，你会看到自己更多的一些价值，更多的一些力量，然后你勇敢的给自己时间、空间做自己。而对方呢，他也不需要你完美，他会欣赏你所有真实的一切，他也不会去对你过多的占有、霸占的欲望，他会给到你足够的自由，他会用一种信任、一种尊重，让你建立更强的安全感。你们会从彼此身上学习更多的一些包容、允许、表达跟边界感，然后你会把这种我不值得变成我值得被爱，你会把那种我怕靠近变成我愿意靠近，或者是我害羞被动变成我敢自信的做自己，我敢主动的掌控自己的幸福。所以新的恋情呢，会唤醒你内在本身就存在的力量，会唤醒你真正的完整。它不是来为你疗伤的，它是陪你自己完成疗愈的。所以你们的关系呢，不会一开始就是很干柴烈火、很激情火热，而是一种循序渐进的这种能量互相的靠近。他给你的这种包容啊、目光啊、行动啊，在可能一些话语、一些动作之间，不经意的碰触到你内心最柔软的那个部分，然后你会看见自己，你会原谅自己，你会成全自己。他并不是来教你怎么爱别人的，而是在一起之后呢，他会引导你怎么样去爱你自己。新恋情会让你有更多自我的支持跟修复，会让你懂得情绪上面进行表达，懂得你并不完美，但是你会接纳自己，你会提升自己的价值。所以你们的关系呢，是灵魂的相拥。你不是在等待一段很甜蜜的爱情，而是正在准备迎接一个看见你、尊重你、愿意与你一起成长的人。他不会帮你去把那种内心的那种内疚去释放，而是呢，他会帮你去提升你的光芒，把这种过去的一些悔恨啊，或者是内疚转化为智慧，把自己的这种优点放大，缺点你会看见，然后升华成为坚定，升华成为你认可的一部分。当然，你也会成为他的照见者，因为你的存在呢，他也会更加真正的靠近自己。所以这份爱情会让你更多的自由、大胆、开放，是一段好的恋情，好的恋人，宇宙给你安排的很棒哦。那具体你们之间会是怎么样相遇的呢？一部分一部分的来为你转达你们之间的这种情感连接哦。首先，你们相遇很可能发生在一年之中两个比较重要的转折时间段。目前看到呢，应该是在一年之内就会相遇，不会间隔太长的一个时间。两个季节有可能是在夏天，也有可能是在就是初冬，秋天即将结束，冬天即将开始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无论如何，从你看到这个视频之后的10个月之内，你就会跟对方相遇。因为我们这边宝剑十呢，也带来了黎明前的黑暗这样的一个意象哦，所以当你感觉自己的痛苦经历走到尽头，黑夜即将逝去，然后光之回归，你愿意重新迎接光明的时候，就会跟对方相遇。你会有新的希望、新的可能，然后不再自责，不再去怀旧过去，而是愿意去
新的创造，相信自己是幸福的，更加积极、美好、向往的时刻，你就跟对方相遇了。在你的生活恢复最和平、舒服的阶段，就会和自己的新人不期而遇。而你们相遇的地方呢，很可能是在一种梦幻，但是又带一点忧伤的氛围。有可能是在网络上，也有可能是在你自我疗愈的时光阶段。比如说，你独自一个人坐在角落，然后发呆，或者是望着窗外的时刻，跟对方相遇的。有可能是在一间灯光很柔和的咖啡馆，或者是书店。有可能是在自己比较疗愈、静心的地方认识到的，有可能是在一个安静的现实生活环境之中认识到对方的。目前看到你认识到对方的时刻呢，也许不是通过工作或者是事业或者是朋友介绍的，也许是一场意外的邂逅，或者是在网络上面，网络的社交媒体之中，可能在夜深人静自己的房间里面，你对着屏幕发呆，或者是浏览一些社交媒体上各种信息，一些人际关系选项，心中很空的那个阶段，突然滑到了他，突然就是在聊天室里面，在网络留言之中跟他建立了一些联系。无论如何，不管是在网络上还是在网络下，你们的相遇呢，应该都不是在那种很热闹的社交派对之中，而可能是在一个比较安静、比较情绪自然流露的环境之中发生的，很奇妙。而且当你们发生就是相遇的那个阶段哦，你可能是一种比较从容的，一种比较成熟的，一种比较好像很沉稳、很安静的状态，并不是很张扬啊，或者是自己很多的一些活力啊，或者是放肆大笑的时候跟对方认识的。相遇的状态之下呢，你也没有太多的一些欲望，太多的一些渴望，就是很淡定，然后内心很平静的能量下跟对方相遇的。对方呢，觉得跟你在语言沟通的时候很舒服，可以无话不谈。你虽然并不是一个好像很夸张的开朗的状态哦，但是也感觉你是一个很温暖、有包容度的人，所以在交谈的时候呢，会觉得特别的顺畅。你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你可能偶尔呢也会去搭一两句话，但是会让觉得对方跟你在一起沟通是有一种比较强的亲切感，比较舒服的，会有一种一见如故，甚至愿意跟你大聊特聊这样的一个心态。你们在互动的时候呢，你身上的这种柔和能量哦，是可以给到他一定的化学反应的。可能最初你们两个人说话都是从一些很平常的简短的话题开始，但是慢慢的他会觉得有一种很强烈的共鸣感，你会给他倾听跟回应，他会感受到理解，他会愿意去很坦诚真诚的在你面前交谈，所以这种感情呢，是一种顺理成章的温暖吸引力，把一种复杂的情绪变得更加的简单跟直白。而当你的新恋人出现的时候呢，好像这个时间点也是你走出了低谷，然后重新
获得身心灵很平衡、很和谐的状态。你是可以好好的感受自己，你是可以给到别人传递的一种正能量，不急不躁，也没有太多犹犹豫豫，也没有太多的这种想要去目的感的情况，所以对方他会喜欢你身上传递的这种积极、优雅的力量。这种温馨感呢，这会让他感觉到一种魔力，就是痴迷你身上的这种能量，痴迷你身上带给他的这种积极能量，所以很有可能在感情里面是他先主动的，而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也是让他愿意向你打开心灵，愿意跟你有更多的一些接触。你就像是女皇一样，这种很优雅、很淡然的，她就是这种魔法师，很想要在你面前去建立连接，很想要在你面前表现的这种力量，这样开始发展的情感故事，也非常的妙哦。好，那我们再多一些关于新恋人的讯息吧。首先可以看到，在外貌上面他是喜欢你的、肯定你的，然后你再带给他的这种气质啊、能量啊、感觉啊，让他很想要跟你发展接触下去。你们两个人的感情哦，最刚开始还是有一定的障碍的，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是有一些现实的阻力。也许两个人网络上认识，大家有一定的距离，身体上面的距离，也许两个人可能年龄上面会有一定的距离，也许可能大家文化上面有差异，甚至有的宝宝也许这个人呢是外国人，或者是年纪比自己小很多，或者是两个人的家庭背景并不很相同，也可能事业上面很不一样啊，或者是经济状态上面很不一样，一个人更有钱一些，一个人可能事业刚开始，或者是还在读书，也有可能两个人的就是人生方向也完全不同。总之呢，你们一定是有一些很不在常人谈恋爱的这种规则之下，所以最刚开始是有这样的一个障碍所在。也有可能一个人还在处理过去的感情，一个人已经准备好进入到新的恋情了。无论如何呢，这一种不同，这种障碍反而没有让你们退缩，反而帮助你们在感情里面共同成长，去考验到了对方的真心。在前期你们这种障碍突破了之后呢，你们的关系实际上更加的坚定，更加的有力，反而因为这个障碍让你们有更多的合作，让你们建立更快达到有默契确定的关系。对方呢，他很可能是一个比较成熟，或者是心智还比较成熟的人，甚至有的宝宝，这个人也许是自己的可能老师，或者是老板、经理、长辈这样的一个状态，也有可能你们两个人年纪差距比较大，你的年纪比他大很多。总之，其中有一个人呢，一定是很懂得照顾自己，在感情里面更加成熟的，他会以更加成熟的方式去引导彼此在关系里面成长。好，在一起会有比较强烈的归属感，你们两个人会一起去谈论未来啊，或者是一起搬家、一起同居，甚至有可能一起去养宠物。也可能对方他是一个很重视家庭、很重视安全感的人，他在你身边可以感受到一种回家的感觉，你是很适合跟他建立家庭的。因为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面呢，有的人他可能是适合谈恋爱，但是不适合建立家庭的，但是有的人他身上就有一种可以建立家庭的，可以成为好的爸爸妈妈角色的这样一种气质，所以他跟你在一起，他会觉得他会遐想
你们两个人建立家庭是多么美好的这样的一个片段，而他会觉得你身上呢有这样一个可以成家的气质，所以他会觉得跟你在一起是非常安全的、可靠的、安心的，他想要跟你建立家。那也有可能这个人呢，他是比较宅的，他没有太多的一些社交，他不喜欢太多的一些玩乐，除了工作或者学习之外呢，他就宅在家里面。你们是在网络上面认识的，他会给你一种很靠谱、很安心的感觉。但是你们两个人在一起之后呢，又会有很多欢乐的时光，一起笑，一起疯，让彼此的生活增加更多的一些趣味。可能你们两个人的兴趣爱好是不同的，所以他给你带来更多的一些新鲜感，你也给他带来更多尝试的可能性。彼此在一起呢，是充满着这种好玩、灵魂共振的状态。即使现实生活中有这种柴米油盐但是都不会觉得跟对方在一起是无聊的、乏味的，因为彼此的陪伴呢，是有更多的一些拓展性，有更多的一些可能性，会去尝试挑战做自己没做的事。当你去做到自己从来没做的事，会发现其实蛮有趣、蛮好玩的。所以这份爱情也会带给彼此更多的一些力量，更多开放，更多的一些快乐，更多的两小无猜。而我们还出现了新恋情这张牌卡，可能这段关系是你过去的关系里没有体验过的，甚至你没有想过的。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跟自己年龄特别大，或者特别比你大，或者特别比你小的人在一起，结果在一起之后呢，会发现，蛮有意思的，不是自己想象的那么狭隘其实更美好，更适合自己。或者是你从来没有想过跟老外在一起，但是跟他在一起之后会发现，打开了你的另一片天地。或者是呢，你从来没有想过网恋，你会觉得网恋不靠谱，但是就是缘分这么的奇妙，让你去尝试做了自己可能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新的这种恋爱感觉反而觉得其实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不好，那么不安呢。所以这份感情呢是蛮惊喜的，是很多新的感觉。然后你也可能会发现，原来自己想象的爱是那种轰轰烈烈的，但是跟对方在一起呢，你会发现其实真正适合自己的爱是那种让自己又欢喜又安心的那种温暖。总之呢，它会是你新的感觉，带给你新的向往，新的这种爱的力量。而这种新的爱的力量呢，让你有更多的一些拓展了，让你打开了一些思想的包袱，或者是让自己更加的自由。对方呢，他很可能是你前世就已经认识过的人，前世可能你的好朋友，或者是错过的人，或者是你的情人，然后在今生又再一次的重逢，有一种熟悉感，有一种牵挂感，有一种愿意跟他接触，愿意去跟他一起去完成，一起去挑战的这种感情。你会有一种好像他不是第一次出现在你生命里的感受。而这段关系呢，也是会有一些家庭相关的深层信念的。可能你或者对方就受家庭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但是在一起之后呢，会触动自己的一些家庭情绪，会看到自己的一些家庭基因，当然也会改正、修正自己一部分的可能家庭习惯或者是家庭状态，或者你们会抛弃一些旧有的家庭观念模式，互相去疗愈。也可能它来自于单身家庭，它有一定的原生家庭伤害，
那在一起之后呢，你会帮助他疗愈，从这种家庭的阴影之中走出来，开始愿意去建立家庭、信任爱情。无论如何，在这段关系里面，他不是偶然出现的爱人，而是宇宙为你挑选好的灵魂，来帮助你一起去重构爱的共修者。你们的相遇呢，是爱与业力、自由跟家庭的这种交汇点。可能不会再重复过去的这种爱的模式故事，而是用一种新的方式去爱。当然，一种新的爱的感知，去奉献、去接受、去全然的爱，这是很美妙的。你们之间非常的真心，而他也是一个一边可以给你带来欢乐、逗你笑，但是一边又给到你稳定安全感的人。他可能是一个温柔成熟、包容坚持自我的人。你们之间呢，不仅仅是恋爱，也更像是一段从灵魂契约之中走出来同路之人的这种相约而聚在了一起，非常的妙。好，那么他的性格呢，是聪明的、机智的，而且头脑反应很快，学习能力也很强的人。他说话是比较直接的，他的逻辑思维能力比较强哦，就是想到什么说什么，而且不要在他面前去欺骗他、隐瞒他。他其实可以很好的去拆穿别人的谎言，而且他是一个天生的观察者，他也是一个好奇心比较强的人。对很多事情呢，他都愿意去问为什么，去收集讯息呀，去判断问题呀，去分析问题呀。他是一个不会轻易去建立信任关系的人。有时候，也许你会觉得刀子嘴豆腐心，有时候呢，可能他说话也很冷静，或者是冷酷，但这是因为他防备性是比较强的。他擅长理性分析问题，而且在社交活动里面或者是跟朋友接触之中，他也会保持一定的距离感。他是不粘人的，他是有一定的边界感的，而且他喜欢跟别人智慧、知识性的沟通。他喜欢说话，特别是在自己喜欢的人面前啊，他就可以滔滔不绝。他也希望对方呢，是可以跟他同频率说话的人，可以无话不谈。所以在最初接触的时候，他就蛮喜欢跟你聊的。他会觉得你聪明，你可以跟他同频。这个人是属于比较智慧，就头脑很智慧的类型。然后在能量上面，他也算比较强的一个人，会抓住机会，会积极的去创造机会，是比较主动，是为了自己喜欢的人事物，是可以不断的去追求的人。如果他爱你，他就会很明显的表现出来，他不会是那种很隐忍的，或者是需要长时间的去思考，隐藏自己的情绪。他也不喜欢去暗恋别人，有什么呢，他就明恋，明着去表达自己的这种喜欢，所以是比较直接，不用太多的去猜疑他。他的星盘里面水的能量是比较少的，他应该不是巨蟹座啊、双鱼座或者是天蝎座，很多火的能量，火象星座是比较偏多的，而且他是一个有强烈感情，做事情很有激情、很有灵感的人。对任何的关系或者是事情，要么呢他就是不上心，要么呢他就是全力以赴。他容易一见钟情，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也是一个现实派。他不喜欢那种模糊的暧昧的情感关系，要么我们就大胆的公开的去爱，要么呢就不要有任何的暧昧啊复杂的关系，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比较黑白分明。然后在人际关系里面呢，其实还是
比较懂社交的，因为他可能比较直白，所以身边珍惜他、喜欢他的人比较多，喜欢他性格的人也比较多，觉得这个人，没有太多的一些算计啊，或者是太多的一些欺骗啊，就是比较干净磊落的一个人，所以朋友关系还是比较多的，而且呢，他是愿意跟别人去搭档，愿意跟别人建立合作关系的人，所以人际关系还是蛮好的。在感情里面，一旦他确定你的之后，他就会带你去见他的朋友，带你去见他的家人，敢大大方方的牵着你的手，公开你们的一些关系。他也会很喜欢我们两个人既是恋人又是搭档的这种感觉，可以一起生活，一起做饭，一起旅行，一起去创造属于你们的小世界。他喜欢那种有节奏、有温度的关系，但也要有一定的传统。这个人内心其实是很独立的，他对你的感情呢，不仅仅是浪漫，而且是像家一样安稳跟温暖。他就是很希望遇到自己合拍的人，然后就大胆的追求，快速的建立家庭。他不是一个自我怀疑或者是自卑，去否定自我的人。这一点性格上面，其实你们有一点这种不一样哦。但是呢，因为他自我的这种坚定跟智慧，这种热情主动，其实会激发你更加的自信、更加勇敢的那一面。在感情关系里面，他是比较谨慎去做选择的。总的来讲呢，你的新恋人他是一个第一次见面可能会觉得有一些冷酷、冷漠的人，但是在更多接触之后，会发现其实他并不是一个很安静的，他是一个内心很有激情、很开朗，又有一定幽默感的行动派。初次见面会觉得他挺内向的，但是多接触几次就知道他比较外向，他只是在陌生人面前呢会有自我的一些保护色，然后他是有创造力的，有冒险精神的，感情呢是比较理性，是比较细腻，并不容易被骗的人，而且他想建立这种有意义的长期关系。在你们两个人的关系互动里面呢，你给他一定的时间空间，让他独自自由，自己去社交也好，还是自己去旅行也好，自己安安心心的去喝咖啡、看书也好，给他一定的自由空间，但是又不要过多的疏远的这种空间节奏的话呢，他就会觉得很舒服。你不去催促他，你不去控制他，你不去过度的追问他的话呢，他就会很喜欢、很欣赏你的这些做法。他其实是一个在感情里面有一定技巧的人，他希望你也是在一个感情里面比较有技巧的人，不要是恋爱脑，不要是那种情绪霸占，不要是那种无知的，也是不断的提升自己的文化、提升的智慧、提升自己技能的人呢，他就会一直安心的爱你，安心的跟你在一起。所以可以看到哦，你的思想智慧是诱惑着他的，是他欣赏的，你这个人的魅力是会被他完全的激发出来，而且你本身应该也是一个蛮有魅力、蛮有智慧力量的人。好，接下来呢，他会觉得你在他心中的这种分量是很重的，他从你身上感受得到一定的启发，有时候你做事情的一些想法啊，或者是一些动作啊，其实会让他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你会传递给他一定的智慧，而不是压力，这是他非常喜欢的。而且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会不由自主的变得更加的温柔，更加的耐心，更加的努力。因为跟你在一起哦，他会变得更成熟、更好，所以这也是
他很喜欢的。你对他而言呢，是一种很正向的镜子，所以你也会让他变得更加的成熟美好。你是可以给他带来光亮的，他也是可以给你带来光亮的，所以这是他最珍惜的一个部分，并不是说你有多么的漂亮，或者是你有多么的会打扮，你身材有多么的好，他欣赏你的地方并不是这种肤浅的外在，或者是肤浅的这种关系，而是你的智慧，你这个人本身的性格品质，以及你们灵魂的这种契约度，你给他带来的能量，这个是别人没有办法替代的。所以跟他在一起之后呢，你不用去多么 care 自己的外表，你只要 care 自己的能量、正向思想、智慧、有文化，那就是最好的一种状态了。因为你们可以无话不谈，无论是聊政治啊、聊八卦啊，还是聊文化啊，还是聊任何的一些人生感悟啊，他都觉得可以跟你达到共鸣，你们都可以有很多深度的对话。你们可以谈理想，可以谈恐惧，可以谈梦想，甚至是童年都可以。他没有办法跟别人是无话不谈的，但是跟你在一起就可以。所以这个让他觉得你们不仅仅是恋人，你们还是很好的朋友，你也是他的这种灵魂引路人、陪伴者，他对你相当的珍惜。他知道其实很多时候你都很坚强，但是他还是会想要保护你，想要让你活得好好的，可以走得更加的长久。他也希望你在他面前不要有任何的伪装，不要有任何的羞涩，不要有任何的自责，你就真真实实的做你自己就好了。他不想让你怀疑，不想让你担心，不想让你想得更多，就是在一起好好的生活，好好的玩，无话不谈。他想成为值得你依靠的人，想成为你的守护者，想成为一个让你觉得值得真爱的人。而这份爱呢，是相互理解，是相互欣赏，也是相互守候的。所以亲爱的，他被你的真实，被你的坚强，被你的温柔，被你的性格，被你的想法所吸引。你完全不必担心太多，你只要真实的做你自己，不断的提升自己，那就会让他一直痴迷于你了。这是很好的一个恋情哦，你们互相的成就，互相的去激发彼此的这种天赋跟能量，很好，又像恋人又像知己，这是最棒的一个情感关系，甚至有可能他是你的正缘，你们会建立家庭哦。在感情的初期呢，有一定的障碍，去突破障碍就好了。最后，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如果你喜欢这样的一个恋人的话呢，记得在公屏打出来，接收宇宙的安排，吸收这份幸福。我是幸福美满的，我会建立最好的婚姻，我会遇到最适合自己的人。写下来这些感恩的话语，同时也建立自我的这种幸福感吧。在观看这个视频之后呢，当天晚上或者是之后的一段时间，每天晚上做一下祷告，感恩宇宙的安排，也告诉宇宙你确切想要怎样的一个恋人，宇宙跟守护天使就会安排他尽快来到你的身边的，很快他就会出现了。好，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